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犹如灯塔般的书籍《大数据时代》。这本书的作者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Victor Meyersberger），他是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教授，被誉为大数据之父。特里肯尼斯·库克耶 （Kenneth Cook） 共同撰写的这本《大数据时代》。为我们揭示了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在当今社会，数据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我们每天的每一个行动，从刷社交媒体到购物，从使用导航到观看视频，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看似杂乱无章，但其中却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这本书就像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大数据世界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技术的书籍，更是一本关于思维变革的指南。它能让我们看到，在大数据的影响下，世界正在发生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新时代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提前知道交通拥堵的情况，从而选择最佳出行路线；如果医院能够根据大量的病例数据，准确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趋势，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如果企业能够精准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生产出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设想，在大数据时代都成为了可能。那么，你是否想知道大数据是如何实现这些神奇功能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大数据时代的核心，全数据模式。大数据时代首先向我们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我们正在从样本等于总体的时代迈进。在过去，由于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事物。例如，市场调研公司可能会抽取一部分消费者进行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推断出整个市场的需求情况，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无法涵盖所有的个体差异和特殊情况。而大数据时代则不同，我们现在有能力收集和处理几乎所有的数据，这就是所谓的全数据模式。就像书中所说，我们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而是可以分析更多的数据，甚至是所有数据。这种转变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全数据模式的背后是数据存储和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硬盘容量不断扩大，云计算技术的出现，我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存储海量数据。同时，分布式计算等先进算法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些庞大的数据集进行高效的分析。从逻辑上讲，当我们拥有全部数据时，我们就能更全面地了解事物的本质。比如在医疗领域，过去我们可能只能对部分患者进行研究，而现在我们可以收集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病例数据，包括患者的病史、治疗方案、治疗结果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方法难以察觉的规律和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全数据模式可以改变很多行业的运作方式。在金融领域，银行可以利用所有的交易数据来检测欺诈行为。通过分析每一笔交易的时间、地点、金额、交易双方等信息，银行可以建立更精准的欺诈检测模型，及时发现一场交易，保护客户的资金安全。在交通管理方面，政府可以收集所有车辆的位置和行驶速度数据，实时分析交通流量。这样一来，就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交通疏导，减少拥堵。例如，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利用大数据来优化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根据实时的交通状况调整红绿灯的时长，大大提高了道路的通行效率。大数据的关联关系不是因果，而是相关。大数据时代颠覆了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更关注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在过去，我们总是试图寻找事物发生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某个产品的销量会下降，是因为价格太高，还是因为竞争对手推出了新产品？然而，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发现有时候知道是什么比为什么更重要。这种思维转变的逻辑在于，当我们面对海量的数据时，传统的因果分析方式变得极其复杂和困难，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我们找到了因果关系，也很难快速的采取行动。而相关关系则不同，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做出预测和决策。例如，书中提到，亚马逊等电商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历史、购买记录等数据，发现了一些商品之间的相关关系。当用户购买了一本关于怀孕的书时，很可能会购买其他母婴产品。虽然我们很难解释这种相关关系的具体原因，但这种发现对于电商平台的精准营销来说却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商业领域，企业可以利用相关关系来进行产品推荐和个性化服务。Netflix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根据用户观看电影和电视剧的历史数据，向用户推荐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用户的观看体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也提高了平台的粘性和用户满意度。在医疗领域，相关关系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通过分析大量的健康数据，研究人员发现某些生活方式因素与特定疾病的发生存在相关关系。虽然我们可能无法确定具体的因果关系，但这些发现可以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3. 大数据预测，预测未来的新方式。大数据预测是大数据时代最具魅力的应用之一，它改变了我们传统的预测方式，让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预见未来。在过去，预测往往依赖于经验和简单的统计模型，而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来发现隐藏的模式和趋势。大数据预测的原理在于数据中蕴含着事物发展的规律。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规律，并将其应用于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例如，在气象预报中，气象学家们利用大量的气象数据，包括气温、气压、湿度、风速等来建立复杂的预测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模拟大气运动的过程，从而预测未来的天气情况。从逻辑上讲，数据的量越大，越全面，预测的准确性就越高。因为更多的数据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减少预测误差。就像书中所说，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在物流行业，大数据预测可以优化运输路线和库存管理。通过分析历史运输数据、天气数据、订单数据等，企业可以预测货物的运输时间和需求量，从而合理安排运输车辆和仓库空间。例如，亚马逊利用大数据预测来管理其庞大的物流网络，确保在正确的时间将商品送到正确的地点，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在城市规划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预测来预测人口流动趋势、城市发展需求等。通过对人口数据、就业数据、交通数据等的分析，规划者可以预测未来城市的人口分布和交通流量，从而制定更合理的城市规划方案。比如，一些新兴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利用大数据预测来规划交通网络和公共设施，避免了传统城市规划中可能出现的资源浪费和功能不足的问题。4. 大数据伦理，数据时代的挑战与责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在使用数据的同时，也面临着侵犯隐私、歧视性算法、数据安全等挑战。大数据时代也着重探讨了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在享受大数据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中的伦理问题。数据伦理问题的核心在于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方式。传统的隐私观念是基于个人身份信息的保护，但在数据时代，即使是没有明确身份信息的数据组合，也可能泄露个人隐私。例如，通过对大量匿名数据的分析，可以推断出个人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从逻辑上讲，如果不对数据伦理问题加以重视，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不公平的算法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侵犯隐私的行为可能会破坏社会的信任体系。为了应对数据伦理挑战，企业和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企业层面，企业应该建立严格的数据保护政策，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只收集必要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在收集用户数据时，会明确告知用户数据的用途，并提供用户选择退出的选项。在政府层面，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数据的使用。比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就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它对数据收集、存储、处理等环节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保障了公民的隐私权。总而言之，大数据时代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界。它让我们看到了大数据的力量，以及它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商业运作和社会结构。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不仅向我们介绍了大数据的概念和技术，更引导我们思考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和伦理问题。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大数据就像是一股强大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可以选择随波逐流，也可以选择积极拥抱它，去探索其中的无限可能。我强烈呼吁大家阅读《大数据时代》这本书，并将其中的理念和习惯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掌握大数据知识就像掌握了一把通往未来的钥匙。不要害怕面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要相信我们有能力去应对它。就像书中所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大数据时代的旅程，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无论你是企业管理者、学者、学生还是普通消费者，大数据都与你息息相关。行动起来吧，去学习大数据知识，去关注数据伦理问题，去利用大数据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惊喜。相信自己，你也可以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弄潮儿。